你有没有过这样的经历？在一个饭局或派对上，你遇到一个完美的新朋友，他谈吐风趣，笑容真诚，把你夸得恰到好处，让你如沐春风。你们相见恨晚，迅速交换了联系方式。然而，在散场回家的路上，你独自一人时，那份热闹褪去，一种莫名的、无法言说的不对劲却悄然爬上心头。你说不清那是什么，是对方过于完美的眼神，是某句话里一闪而过的微妙停顿，还是他转身时那过于迅速冷却下来的背影。你努力回想，却找不到任何实质性的证据，于是你只能把它归结为自己的多心或错觉。但请相信我，那不是错觉，那是你潜意识里的求生警报在疯狂作响。它穿透了对方精心编织的语言和表情，捕捉到了最核心的，也是最危险的信号。一个人是否值得信任，是否可以深交，从来不取决于他说了什么，而在于他没说什么，以及他在特定情境下的反应，尤其是在他的利益、地位或自尊受到挑战的那一刻。今天，我们就来撕开那些完美人设的假面，教你看懂那些隐藏在客气、赞美和微笑之下的真正人性。这堂课可能有点残酷，但它能让你未来的人生避开至少 80% 的暗礁。第一课，温柔的狩猎者，赞美是最廉价的麻药。前阵子，朋友阿伟的公司空降来一位总监，叫李哲。李哲是那种你第一眼就会喜欢的人，名校背景，履历光鲜，待人接物更是滴水不漏。尤其对阿伟，他表现出了超乎寻常的热情。第一次部门会议，李哲就点名表扬了阿伟的方案。阿伟，你的这个想法太亮眼了，我很少见到像你这样既有战略眼光又有落地能力的年轻人。阿伟当时心头一热，他辛辛苦苦熬了好几个通宵的成果终于被看见了。从那天起，李哲的赞美攻势就没停过。阿伟，你今天这身衣服真精神，一看就是个能打硬仗的。上次那个客户，多亏了你，思路太清晰了，简直是定海神针，能和你共事，真是我的荣幸。说真的，我从你身上学到很多。起初，阿伟非常受用，甚至有些飘飘然。他觉得自己遇到了伯乐，工作热情空前高涨。但渐渐的，他感觉到了一丝不对劲。李哲的赞美太满了，满到像一杯加了太多糖的水，甜得发腻，喝下去却不解渴。而且他发现李哲对每个人都如此，像个自动发放赞美的机器。真正的转折点发生在一个季度项目的收尾阶段。那个项目是阿伟主导的，但其中一个环节出了点小纰漏，需要跨部门协调。李哲作为总监，主动揽下了这个活。项目成功交付后，在全公司的表彰大会上，老板点名表扬项目组，李哲手持话筒，侃侃而谈，详细阐述了他是如何力挽狂澜，如何洞察先机，如何亲自下场解决了最棘手的问题。他提到了很多人，唯独对贡献最大，几乎是以公司为家的阿伟，只用了一句轻飘飘的团队成员也很努力一笔带过。那一刻，阿伟站在台下，看着聚光灯下的李哲，如坠冰窟。他终于明白，之前那几个月如潮水般的赞美，不是欣赏，而是圈养。他们是成本最低的麻药，目的就是为了让你在关键时刻心甘情愿地让出功劳，甚至被卖了还帮着数钱。像李哲这样的温柔狩猎者，在生活中并不少见。他们深谙人性，知道赞美是拉近关系最快的捷径。他们的语言像一层温柔的茧，
把你紧紧包裹，让你感到安全、被认可，从而放下所有防备。但他们的内心却有一本极其精明的账本。每一次投资，无论是赞美、关心还是小恩小惠，都期待着明确的回报。一旦他们认为你失去了利用价值，或者需要你为他们的利益铺路时，那层温柔的茧会瞬间变成绞索。警惕那些过度和廉价的赞美。真正的欣赏往往是具体的、克制的，带着细致的观察，而虚假的奉承则是大而化之的、模板化的，听起来完美，却没有灵魂。记住，把你夸上天的人，往往也最擅长把你推下悬崖，因为在他们眼里，你从来不是一个平等的人，只是一件有待估值的资产。第二课，自卑的暴君，他的优越感建立在你的痛苦之上。如果说温柔的狩猎者是笑里藏刀，那么自卑的暴君就是明火执仗的用语言凌迟你。阿芳最近加入了一个读书会，本想拓展圈子，却遇到了一个让他如坐针毡的女人。阿慧。阿慧是个话题终结者，但她终结话题的方式很特别，把所有话题都引向对别人的差评。有人分享最近看的电影，阿慧会笑着说：“哦，那部片子啊，剧情硬伤太多了，导演的叙事能力还有待提高。”有人聊起新开的网红餐厅，他会撇撇嘴：“那家我吃过，也就那样吧，营销做得好而已，食材很不新鲜。”甚至有人提到自己的孩子在学钢琴，他也会善意地提醒：“启蒙老师很重要，我见过太多孩子被庸师耽误了，你可得擦亮眼睛。”一开始，大家还以为他只是比较有主见，但时间长了，所有人都感到一种莫名的压力。在阿慧面前，你旁父做什么都是错的，看什么都没品位。更可怕的是，他批评完别人，总会不经意地炫耀自己。那部电影的导演，还不如我上学时拍的短片有想法。想吃正宗的，下次我带你去一家私房菜，一般人订不到位子。我女儿的钢琴老师是从维也纳回来的，起点就不一样。和阿慧的每一次聊天，都像一场没有硝烟的战争。他用批评他人做炮弹，用炫耀自己做盾牌，把你围困在一个有我不行，你更不行，只有他罪行构成的心理牢笼里。久而久之，阿芳发现自己变得越来越不自信，甚至在发言前会反复思量：我这个观点会不会被他鄙视？这种自卑的暴君，内心其实极度脆弱，他们的自我价值感像一个漏气的气球，需要不断地通过打压外界、抬高自己来充气，才能维持一个虚假的我很优秀的表象。他们的批评不是为了交流，而是一种权力宣示；他们的炫耀不是为了分享，而是一种心理碾压。与这种人相处，你永远不可能获得滋润。他们像一个黑洞，会慢慢吸走你的自信、热情和生命力。你以为只是简单的聊聊天，实际上却在经历一场漫长的、不见血的心理霸凌。一个真正内心富足、自信强大的人，是不需要靠贬低别人来证明自己的。他们懂得欣赏差异，尊重个体，他们的语言是赋能而非削弱。当你和一个人相处，如果感到持续的、莫名的压抑和自我怀疑，不要犹豫，立刻远离。你的感受就是最准确的警报器，这不是玻璃心，这是最高级的自我保护。第三课，变色龙是朋友，他的热情只为有用的你而燃烧。还有一种人，他们比前两者更具迷惑性，他们的情绪像天气预报一样，完全取决于你的利用价值。我们称之为变色龙式朋友。小林通过朋友介绍，认识了一位在投资圈小有名气的大神。
王哥。初次见面，王哥热情地让小林受宠若惊。他主动加了小林的微信，说：小林，你很有想法，以后多交流。几天后，王哥听说小林的父亲在某个关键部门工作，他的热情瞬间升温。他开始频繁地约小林吃饭，称兄道弟，甚至主动提出要带小林一起做个项目。饭局上，王哥总是扮演着人生导师的角色。小林啊，你还年轻，听哥一句劝，这个行业水深，你得这么做。你那个想法太天真了，我走过的桥比你走的路都多，这事儿得听我的。他的语气充满了一种不容置疑的教导感。小林虽然觉得有些不舒服，但想到对方是大神，又是在提携自己，便把那点不快压了下去。在一次饭局上，王哥终于不经意地提到了正题：小林啊，最近有个政策，不知道你爸那边方不方便？哎，你看我，就当我们兄弟间随便聊聊。小林家教甚严，委婉地拒绝了。那一瞬间，奇妙的事情发生了。王哥脸上的笑容没有变，但眼神里的温度却像被关掉了开关一样，瞬间降到了冰点。他只是低头喝了口茶，淡淡的说了句：哦，没事，我也就是随口一问。那顿饭的后半场，气氛变得极其尴尬。王哥不再教导小林，甚至连话都懒得多说一句，只是低头刷着手机。从那以后，王哥再也没有主动联系过小林。小林偶尔在朋友圈给他点赞，也再没收到过回复。他就像人间蒸发了一样，从此在小林的世界里销声匿迹。变色龙式朋友是终极的功利主义者，在他们眼中，人际关系不是情感的链接，而是一场精密的资源置换。他们对你的态度完全取决于你能为他提供什么。当他需要你时，他可以是世界上最热情、最循循善诱的导师；当他发现你无法提供他想要的价值时，你甚至连一个路人都不如。这种关系最伤人的地方在于，它会让你对人与人之间的真诚产生怀疑。你开始觉得，所有的热情背后都可能藏着算计，所有的亲密都可能标着价码。要判断一个人是真朋友还是变色龙，不要看他对你好的时候有多好，要看他对无用之人的态度，看他如何对待餐厅的服务员、公司的保洁阿姨，或者那些对他没有任何帮助的普通人。一个人的品行体现在他对待弱者的姿态里。一个只对强者和有用之人展露笑脸的人，内心深处必然藏着一把冰冷的算盘。第4课，自我防御手册：如何在人精横行的世界里活得体面又安宁。看清了这些人性的幽暗面，我们不是为了变得愤世嫉俗，而是为了学会更好地保护自己。与其浪费时间去改造他们，不如把精力用在构建自己的防御体系上。以下是3条极其实用的金钟罩。1、信任你的第一直觉。你的潜意识是你身经百战的祖先留给你最宝贵的遗产，它处理信息的速度远超你的逻辑脑。当你对一个人感到莫名的不对劲时，请给予这份直觉最高的尊重，不要用它看起来挺好的来自欺欺人。你的感受就是真相。2、拉长观察期，延迟信任点。不要因为几次愉快的交谈，就轻易地把一个人划入朋友的范畴。真正的友谊需要时间的检验，多观察，少定义，看他在不同场景对待不同人时的表现是否一致。一个在老板面前和在下属面前判若两人的人，绝对不值得信任。3、学会课题分离，守住心理边界，这是最重要的一点。当你被批评、被打压、被冷落时，要立刻在心里默念，这是他的课题，不是我的。他批评你，是因为他自卑。
需要靠打压你来获得存在感。这不是你的错，他利用你，是因为他功利，把世界看作资源交换的场所。这不是你的问题，他冷落你，是因为你没满足他的期待。这恰恰证明了你守住了自己的原则，把属于他的情绪垃圾还给他。你的内心是安放阳光、鲜花和爱的地方，不是谁都可以倾倒废料的垃圾场。我们终其一生都在寻找同类，我们渴望被理解、被看见、被真诚以待，但这段旅程注定会遇到各种各样的伪装者。看懂他们，不是为了让我们变得冷漠，而是为了让我们拥有筛选的能力，把宝贵的时间、情感和精力留给那些真正值得的人。一个真正值得深交的人，或许没有那么多花言巧语，但他一定言行一致；或许没那么快对你推心置腹，但他一定懂得尊重你的边界；或许不能给你带来所谓的资源，但他一定能在你失意时给你一个不带算计的拥抱。愿你从此眼里有尺，心中有光，能温柔地对待世界，也能长出坚硬的鳞甲，保护好那个独一无二的自己。最后，留一个问题给你：你生命中是否也曾遇到过这样的演员？你是如何看穿他，并最终为这段关系谢幕的？欢迎在评论区写下你的故事，你的每一次分享都可能成为另一个人穿越迷雾的光。